如果還沒看龍餐館，趕快去看；如果還沒吃過徐福烩飯，來跟我學。今天教大家这个邊角料烩飯，本身做法是比較接近於我們新疆的手抓飯的，但是手抓飯的口感更加乾散一點。我們先把荤菜部分處理完，把這個肉就隨便改刀，你有什麼料都可以往裡放的。雞皮先剝下來，等會用來煉點雞油出來。開始了啊！先把這個雞皮煎一煎，煎出油來，把牛肉放下去。雞腿也放下去，煎這個肉雞腿不要着急翻面，要讓每一面煎得稍微透一點，這種樣子看到嗎？切點白洋蔥進去，洋蔥要稍微提前一點放，炒出軟炒香，然後去燉湯去，燉得很爛，再切一點番茄進去。這個是導演組解密的配方，開水多加一點，先小火燉個15分鐘，洋蔥都要煎成這樣才行啊。調味很簡單，只放黑胡椒和鹽，其他的香辛料其實是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放。這個時候調味要調得稍微重一點，因為等會兒還有土豆、米飯要下去的，上面浮了一層油脂，看到嗎？肉味已經燉出來了。鹽味一定要一次性給夠，因為等會米飯煮好之後，你想要再下鹽再拌勻是不現實的了。所以這個湯裡面味道就一定要調味調夠它。15分鐘之後，我們撈點湯出來，這湯等會還要再倒回去的。黃蘿蔔沒怎麼吃過，這個也是新疆那邊比較多的特產吧。把土豆、胡蘿蔔鋪進去，還有南瓜，也再煮個20分鐘左右，然後再放米。好香，我的媽呀！注意這個時候一定要全程小火了，火如果大了的話就容易焦了。我們接下來放大米嘍，隨便什麼米啊，刮下去，刮平它。湯就和我們這個米飯持平，椰棗巨好吃，核桃也是中東特色的，多放少放就無所謂了。我為什麼中間要留一塊位置？是因為老扎說做的太鹹了，所以我們這塊位置要留給蜂蜜的味道。小火，先煮15分鐘，看着不錯啊。然後嘗一下這米飯熟沒熟，很熟。接下來就是點睛之筆，蜂巢蜜。這時候要關火了啊，把我們的蜂巢蜜鋪在最中間，用這個熱氣慢慢的融化掉。小火再燜1分鐘，關火5分鐘。哦，這個蜂蜜就融化在這裡了。再翻拌一下啊，顏色你別說，導演組很會選啊，選的這個黃蘿蔔的顏色特別好看。嘗一下啊，哇，這個南瓜甜味好足啊。好香啊！它有那種特別濃郁的油脂香氣。雖然電影裡面徐福說這個是一個邊角料燴飯，上不了台面，但實際上這個作為家庭的一頓吃飯呢，還是很好的。一開始我猶豫要不要去皮，我都試了一下，我發現去皮不去皮都可以。那個皮沒感覺。最後說一下這部電影吧，我和我媳婦去看，覺得也特別能理解中國人的心態。中國人沒有什麼心態，中國人也不喜歡打仗，中國人什麼都不喜歡，中國人只喜歡好好吃飯，悶聲發財。就好像中國人對發展和吃飯有執念，包括像徐福在這裡面做的事情，他雖然救了人，但是他也會規避一些風險，對吧？不管是被美國人抓還是被那個恐怖分子抓，好像都是一個明哲保身的狀態。尤其他作為中國人是被迫捲到戰爭中去的，他也沒有能力去救更多的人，他能做的就是讓戰爭中的人好好吃飯而已。好吃不好嗎？